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牛哥。虽然之前我们讲过民粹了，但大家好像还是意犹未尽。今天我们就来更完整的把民粹给讲好讲满吧。在这边先帮大家回忆一下，民粹主义可以简单理解成人民对上精英的对决。民粹的政治人物们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“只有我代表真正的人民，他们那些当官的都是坏蛋”。他们会把社会切成两半，一边是纯洁无辜的老百姓，也就是你跟我；另一边是贪污自私的权贵精英，像是贪官跟财团之类的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？仿佛我们都是受欺负的小可怜，需要一个英雄出来帮我们出头对抗恶龙。第二就是民粹主义有个特色，那就是讲话很爽快，但有一点过头了。这怎么说呢？民粹领袖通常大声疾呼一些很极端的口号，像是把坏人都关起来，叉叉叉下台，人民要的就是这么简单。他们不太喜欢复杂的分析，反而爱用简单有力的字眼，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，而且常常非黑即白，好像除了他的方案别无他法就是了。这就像有人想要减肥，但却不想控制饮食加运动，而是相信网络上那些每天一颗减肥药，一周瘦10公斤的广告，听起来超棒，但你也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对吧？毕竟这样我就不会。第三是民粹讲求一种情感连结，这点很重要。理论什么的先放旁边，民粹厉害的就是煽动感情，他们很懂得抓住大家的怒气跟不满，或是害怕的心情，然后告诉你，你的感受没错，都是那群坏蛋害的，我来替你主持公道。于是许多平常可能不关心政治的人，也会被他们给激发起来，开始投入这场正义对抗邪恶的剧码。简单来说，民粹就是政治版的连续剧，有好人有坏人，剧情起伏刺激，但现实往往比演戏复杂得多。总结一下，民粹主义就是强调人民万岁，打倒权贵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诉求人民的支持，更多靠情感而不是理性来号召群众。接下来讲重头戏，那就是中华民国的实际案例，来看看我们身处的台湾有哪些民粹的例子，帮大家更具体的了解。讲到中华民国的民粹政治人物，很多人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，那大概就是韩国瑜了。没错啊，就是那位喊着发大财、掀起韩流的韩市长，也就是目前的韩院长。回想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，因为他而变得轰轰烈烈。韩总那时怎么说的呢？他说高雄又老又穷，货卖不出去，人进不来。我如果当选，高雄要发大财又快乐。这几句口号超有记忆点的吧？简单到小学生都听得懂。而且满足了大家对好日子的向往，一时之间发大财几乎变成了流行语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真的这么神吗？货出去人进来就发大财，听起来好像有点空泛，对吧？但当时的很多高雄人是真的感受到经济不好，所以宁愿相信有人有魔法棒，能够一挥就让大家荷包满满。韩国瑜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把高雄的问题简单化、戏剧化了。他在造势场合大喊“高雄被人坑了”，引起大家觉得对哦，我们怎么这么惨的共鸣？这就是民粹情感动员的功力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超会用社群媒体。记得他那阵子每天开直播，说自己在菜市场卖菜、喝凉茶，超接地气。然后各路韩粉在网络上猛烈宣传，听他反击质疑的声音。例如有人质疑他的政见不实，网络上就有人可能跳出来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想让庶民翻身啦！”甚至传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黑他的对手。这些都是典型的民粹操作，把支持者变成网军，帮忙营造人民都挺我的声势。听说当时还有境外的力量渗透，让韩流看起来更壮大。像是有些账号从外国发文挺韩，虽然这部分韩总否认，但确实中共方面一直很关注我们中华民国的选举。至于有没有出手相助吗？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韩国瑜最后在2020年总统选举败给了蔡英文，而且高雄市长还被罢免掉，可以说是民粹狂潮退烧的一个例子。再来，我们说说柯文哲那个拉风的男人。柯 P 在2014年选台北市长时，号称素人、白色力量。他没有党，形象是政治圈的外来者，很敢讲一般政治人物不讲的粗话，比如管他们叫草包、笨蛋之类的，引起很多年轻人共鸣，觉得他是真性情。那柯文哲也算是民粹吗？
某种程度上是的，因为他也强调自己代表普通市民，跟传统的蓝绿不一样。同时，他也用简单的口号，像台北进步成为光荣城市这种谁都爱听但没什么人会反对的大原则。虽然他没有像韩总那样骂人骂得那么凶，但本质上他也走亲民反建制路线。更妙的是，他跟韩国瑜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对两岸议题都主张不强硬反共。他常讲两岸一家亲、命运共同体啊之类的。他也被质疑过是不是想讨好北平当局。那为什么民粹领袖有时候反而更亲近中共呢？其实这里是有一些政治算计的。我们后面比较中华民国跟西方民粹的时候再说。当然，中华民国史上还有其他带点民粹味道的人物，像是陈水扁当年以平民形象当选总统，宋楚瑜曾经哭着说我要救台湾，这些都有民粹的影子。但是要讲这几年最明显、热度最高的，莫过于韩国瑜跟柯文哲了。一个掀起全台湾庶民对抗精英的浪潮，一个以素人姿态打破蓝绿壁垒。两者都显示出了中华民国政治里面民粹因素的存在。接着我们来讲，为什么选民都喜欢民粹？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政治人物爱用这一套？难道踏实做政策、好好讲道理不行吗？这要从选民心理说起了。老实说啊，一般民众平常要上课的上课，要工作的工作，谁有空每天研究国家大事呢？很多人都是到了选举前夕才开始关心候选人讲什么。然而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政客要引起大家注意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如果一个候选人站台，他要讲1个小时的政策，下面可能早就睡一半，滑手机一半了。所以，简单有力、刺激情绪的话术，就成了快速抓住人心的法宝。这有点像是抖音或是 YouTube 影片的爽片，几秒之内不吸引你，你就滑掉了，对吧？民粹话语就是政治界里面的爽片，一下就戳中你的点。像是你觉得近年来薪水都没涨，买房是遥遥无期，心里郁闷。这时候候选人 A 上台开始讲，政府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政策，透过产业升级来提高年轻人的工资。换候选人 B， 年轻人买不起房，就是那些权贵炒房。等我上台以后，一定要打房，让贪婪的炒房客血本无归。你看是不是 B 的话更带感呢？他直接给出一个敌人，把你的委屈投射到权贵炒房客的身上，于是你也觉得他懂你。他讲出了大快人心的话。这里有2个重点心理战术，一是找到替罪羊，二是给出简单解方。当人们对现况不满时，常常自己也说不清事情到底哪里不对，只是觉得某些人很可恶。民粹领袖就是帮你点名那些个某个人，从此你的怨气有了出口，同时你也给了一个看似可行的方案。其实往往太过理想化了，但至少你听了爽啊！就像有人减肥喜欢相信喝酵素排毒就能瘦，懒人包的解决法总是比较讨人喜欢嘛。再来是群众心理的力量，这也不能小看。1对1的时候，或许你理智还在，觉得这政策要考虑的很多层面。可是当你身边一大群朋友、网友都在转发某个政治明星的金句，去参加他的造势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被牵着走。Ideologies the hell out of our military and out of our government,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. 群众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热烈气氛会感染人，尤其是造势场合，音乐一放，口号一喊，心里澎湃，谁还想理性思考呢？可能隔天冷静下来后才发现，他到底政策是什么啊？但是当下已经投下神圣一票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啊，他讲出了我不敢讲的话。很多人心里可能会对某些议题有不满，但因为怕要政治正确或是顾及形象而不敢说。但民粹政治人物偏不，他们越禁忌就越敢讲。什么庶民对权贵、某某媒体都是骗子，叉叉单位很废，应该要砍掉等等。他还讲，哇，好多观众拍手叫好，觉得终于有人替我们出口恶气。这种满足感让支持者对领袖产生崇拜，认为他真勇敢、真诚、不 gay 掰。所以尽管理智上他可能知道他讲的太超过，但情感上还是会支持他。其实许多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也明白，民粹路线短期有效，但长期可能有害。然而竞选的压力之下，他们就很难抵抗得了诱惑。就像考前临时抱佛脚吃强剂药，
明明知道这不是正道，但还是有人会试。同样的道理，在选战里面看到对手抛民粹口号吸票，你不跟进几招，票有可能就会跑光。所以有时候民粹话语会向竞选式蔓延，搞得整个政治风气都浮夸了起来。那选民到底为啥要吃这套呢？总归一句话就是，民粹迎合了人性中的快感需求。谁不想听好听话呢？谁喜欢听严肃复杂的分析呢？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需要警惕，不要被一时的爽感蒙蔽了你的双眼。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的民粹跟国外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如果你更了解了以后，也许就更能保持清醒了。其实不只是中华民国，全世界好多的民主国家这几年都被民粹搅得天翻地覆。我们熟悉的例子就像是美国的川普、英国脱欧、巴西的波索纳洛、菲律宾的杜特地等等。那跟中华民国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让我们一一来比较。一是议题方面，西方尤其欧美的民粹右派的通常爱讲反移民，像川普要在美墨边界筑墙，英国脱欧派说要挡住东欧的移民涌入，他们把外国移民当作出气筒，认为工作被抢、治安变差，这些都是外来人害的。所以民粹话语充满排外、种族色彩。但是中华民国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毕竟台湾没有大量涌入移民的问题，我们比较大的外部挑战其实就是两岸关系。于是我们的民粹议程就围绕着要不要亲共打转，有些政治人物可能会走极独路线，强调外部的中共政府他们是邪恶敌人，把中共当成活靶子，凝聚本土人民。反之，也有些人走亲共的经济路线，他们可能反而把仇中的民进党政府描绘成一个威胁，说你看执政党逞凶斗狠，害我们都没钱赚。总之，在台湾统独这个议题非常核心，讲白了就是在西方民粹常喊外人滚出去，在台湾有的民粹喊老共滚出去，也有的变成喊不要惹老共，我带大家发大财。这是不是很有趣的对比呢？二是政治环境方面，欧美许多国家是多党竞争，有的还联合内阁，这意味着很小的民粹政党也能够在国会占有一席之地，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，法国的国民联盟都慢慢做大，甚至是执政。可是在中华民国，我们基本就是蓝绿两大党在轮流坐庄，选举制度的关系，小党要出头真的很难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民粹人物，一种是直接在大党里面冒出头，像国民党里面的韩国瑜；另外一种是以无党或是第三党打着超越蓝绿牌，就像是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之类的。但是他们要壮大也不容易，因为终究蓝绿的根基深厚，所以相对欧美那些民粹新势力拿下好多席次，甚至阻隔。我们的民粹更多是浪花一朵，打不翻整艘船。韩国瑜虽然一度声势惊人，但国民党整体还是没有变成它的形状，很快又回到比较传统的路线。这也算是中华民国的民主韧性吧，就是大党像大船，不容易说翻就翻，小船可以先浪，但大船会稳一下，然后继续开。三是媒体跟网络方面，美国有言论自由没错，但他们媒体极化很严重，保守派只信福斯新闻，自由派只看 MSNBC， 双方是各说各话，所以像川普造了很多谣言，他的基本盘就算是被主流媒体打脸也不信，觉得都是自由派在黑他。中华民国有蓝绿媒体之分，但是相对来说的话，大众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，再加上我们的网友很爱柯南办案，什么事都爱挖出来讨论疯传。如果政治人物说太超过的话，很快就会被抓包，或是做成表情包，被大家给嘲笑。像是某候选人乱吹牛，网络上就马上会修理他，各种迷因疯狂出笼。这种全民监督的文化，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民粹的发展。因为一旦你讲的太离谱，可能笑话传千里，反效果出现。当然我们的网络上也有谣言，但这几年大家对假消息有变得敏感起来了，政府跟民间也有在倡导媒体识读，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免疫能力，不会完全被单一声音给牵着鼻子走就是了。讲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，美国董王那时常骂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、毒贩，
很多支持者也跟着起哄赶移民。但我们如果有候选人公然骂某个族群的话，那绝对会被媒体炮轰，他一定选不上。取而代之，我们的民粹领袖比较会用一些含蓄或是间接的说法，比如暗示某个团体是塔利班或1450网军，话术不同，但都在贴标签，制造对立。只是我们的社会比较敏感，会闹上新闻而被检讨一番。总之，我们的民粹游戏规则跟西方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没有反移民，可是有个头号难题，那就是统独议题。我们的大党比较稳，小党民粹要崛起难度很高。我们的媒体环境算是多元，所以民粹谎话也比较容易被质疑，这些都让我们的民粹浪潮没有像某个国家那样整个把政治给翻盘。像是美国2016年川普上台就让很多人跌破眼镜，但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还是得小心看待民粹的影响，因为只要有民主选举，民粹的影子就可能会出现。接下来讲一下我们怎么不被带风向。聊了这么多，最后也是最实用的部分来了。我们身为优质公民，平常接收新闻、看政治人物讲话的时候，怎么判断这是不是在灌我们民粹迷汤呢？以下提供几个小撇步，让大家不容易被带风向。一是听他是不是永远在讲人民有多可怜，敌人有多可恶。民粹言论的套路通常是这样开场的：各位乡亲啊，我们忍受够了，多少年来你过得好吗？没有，就是某某某害我们。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我们有多悲惨，对手多坏，几乎没有具体数据或是细节支撑，就只有在煽动情绪的话，那你就要当心了。真正负责任的领导人会提出解决方案跟愿景，而不会只是一昧激起仇恨。他可能会批评现状，但不至于把对手妖魔化到十恶不赦的程度，而是注意他有没有把世界简单分成非黑即白。民粹说法很少承认灰色地带或是什么折中方案，但他嘴巴里面好像选择就只有2个，要么支持我这个100分的好方案，要么就是支持坏人的阴谋。比如某候选人说，支持我的就是爱国，不支持的都是汉奸。哇，扣这么大的帽子，这就是典型民粹。现实中政治很多妥协跟细节，如果一个人把事情讲得过于绝对，通常是在营造一种非理性的忠诚，而不是在讨论真问题。3是看看他是否回避细节。你可以试试，民粹型的人很怕深究细节。像你问，你说要经济起飞，那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如果对方只是一直重复口号，或是干脆转移话题骂别人，那多半是重看不重用的干话。因为实际上他也没想清楚，或是知道他讲了些细节就会被抓漏洞，所以干脆跳过算了。遇到这种一直打高空的人，我们就要在心里面打个问号了。试试解释他的攻击对象跟手段。批评对手是选举的常态，但民粹式的攻击通常带有人身攻击跟阴谋论，像是说对手收了境外势力的钱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，但又拿不出明确的证据，只是纯粹靠臆测而已。如果一个候选人一直在丢这种未经证实的猛料，那很可能他是为了操纵你的情绪，而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黑幕。毕竟爆料耸动，但仔细查常常是捕风捉影。理性一点的做法是等到他提出了证据，或是看独立机构的查证。如果证据老是没有，那8成是在骗选票。5是注意自己的情绪变化，这点就比较玄妙了。但是你听一场政见发表或是造势的演讲结束了以后，如果发现自己脑中想的不是他提出了什么政策，而是满腔怒火，觉得某某人太可恶，一定要被赶下台，那你刚刚就是被煽动了。民粹演讲通常会让人情绪澎湃而脑袋空空，因为资讯含量低，但是情感刺激高。反之，一场负责任的论述可能会有点无聊，但你至少记住了几个论点或是数据。下次遇到让你肾上腺素狂飙的政治宣传，不妨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，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如果想不出来，那么多半只是场情绪秀而已。运用以上5点，相信大家对分辨民粹、保持头脑清醒会更有帮助。说到底，我们并不是要一棒打死所有激情的政治语言。民主政治是需要热情，但也需要有理性来控温。民粹提供的其实是个警讯，某些人的声音被忽略太久了，所以容易被这类口号给吸引。我们要做的，一方面是倾听那些不满的声音，找出真正的解决办法；另一方面也是要不要让自己变成瞎起哄的乌合之众。最后，我们来讲一下民粹的解药。
节目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民粹主义像是政治舞台上的一把火，有时候能够照亮问题，有时候却会烧掉整座剧院。我们不能假装它不存在，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。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，我们享受民主自由，这是前人努力得来的不易成果。民粹挑战着民主的品质，他问我们：当煽动跟理性发生冲突时，我们要选哪一边呢？答案应该是选理智，但理智并不代表冷漠。我们可以热爱国家、关心政治，同时又保持清醒的脑袋，不被花言巧语给牵着走。但要怎么做到呢？最根本的还是提升政治素养，像刚才那几招辨识术就是培养素养的方法之一。此外，多关注可靠的新闻来源，多阅读不同立场的观点，也能够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，不容易被单一观点给洗脑。也许有些观众会觉得，哎呀，政治好脏，我不想碰。但其实啊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更需要好的公民一起参与，才能把脏水换成清水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民粹主义有更深入，但又不那么沉重的理解。下次再听到有人煽风点火时，记得打开你的理性雷达，三思而后行。让我们一起当个更有民主素养的现代公民，守护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。同时，也别忘了对那些真正为民众努力的政治人物给予支持跟掌声，因为理性的声音也是需要我们撑腰的。好了，那今天故事我们先说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且分享出去。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会员或者按下超级感谢啊。另外我们第一群已经开放了，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。我是学习笔记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